时年38岁的纳达摘掉了象征信仰的头巾，不久后他就被女儿发现，从3楼坠落，倒在了地上。911. We need an ambulance. What's going on there? I don't know. We were late for school, so I went to find my mom. And I looked out the window because it was open. It's never open. And she fell. 案发后，原本最有作案动机的丈夫很快洗脱了作案嫌疑，而警方也从现场的监控中发现了重要证据。原来纳达家的监控不仅完整记录了事发经过，还意外捕捉到了凶手的身影。正是凭借这段模糊的监控录像，警方成功抓获了一名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密西根州法明顿希尔斯。该市位于密西根州东南部，距离底特律大约25英里，常住人口约为8万人，是奥克兰县第2大城市，也曾是全美排名前30的安全城市。主人公纳达出生于1982年1月25日，他来自叙利亚，从小接受了伊斯兰教育，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信徒。1999年，18岁的纳达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同为穆斯林的丈夫，年长她11岁的巴塞尔。两人在叙利亚结婚后，很快移民到美国。巴塞尔凭借过人的商业天赋，创办了一家紧急医疗中心，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企业家。而纳达最初是家庭主妇，后来因为酷爱健身，进而投身健身事业，成为了一名健身教练。结婚17年里，纳达与巴塞尔先后生育了3个孩子，老大穆罕默德，老二阿雅和老三希德拉。他们一家住在法明顿希尔斯有名的富人区，房子超过1万平方英尺，各种设施一应俱全，生活相当富足。然而，正所谓凡事都有双面性，虽然纳达与巴塞尔通过移民实现了阶级跨越，但他们也感受到了美国社会与叙利亚之间的巨大差异。尤其是作为妻子的纳达，她在各个方面逐渐变得美国化，甚至摘掉了象征信仰的头巾。这对仍然秉承传统观念的巴塞尔来说，是一件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事情。 Growing up, my father was very strict in making sure he raised us in a very Islamic household. You know, being raised Muslim was not a problem at all for me. I mean, I love my religion. It was more so the problems would arise when he would try to enforce very old-fashioned, misogynistic, sexist type of views onto me, and my mother as well. My dad thought that women are dependent on their husbands. And I saw my mom start to become more independent and just stand up for herself. The more that my mom started to be more outspoken for herself, the more issues it caused. For a while, my parents tried to hide it, but then arguments became a lot more out in the open.They're hiding absolutely nothing. 纳达与巴塞尔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信仰方面。巴塞尔坚持传统的伊斯兰家庭观念，认为妻子应该以丈夫为中心，并且要遵循宗教和文化的规范。他反对纳达摘掉头巾，也反对纳达从事健身教练工作，因为这份工作会让他过多接触异性，而且穿着紧身衣也不符合保守的着装要求。但当时纳达已经适应了美国生活，不愿再遵循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所以他与巴塞尔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也正是因为矛盾无法解决，纳达经常遭到巴塞尔的家暴。2016年3月，心灰意冷的纳达向巴塞尔提出了离婚，并且通过申请限制令将他赶出了住所。接下来的1年里，纳达一直与3个孩子住在一起，再也没有见过巴塞尔。他的大部分时间基本都在与律师沟通，以应对即将到来的离婚官司。然而，原本纳达以为结束婚姻意味着新的开始，却不曾想这一切永远也不会实现。就在离婚官司即将开庭之际，纳达不幸死在了家里。2017年8月21日早上6点30分，阿雅起床后迟迟没有见到母亲纳达，于是便来到了纳达的卧室查看情况。然而他刚走到门口，接着就发现卧室窗户没有关闭，上面的纱窗被人拆了下来。
窗户旁边有一把折叠梯和一瓶清洁剂，而纳达却不在房间里。阿雅下意识地朝着窗外看了一眼，结果发现纳达躺在了1楼的露台上，看起来像是从窗户摔了下去。随后阿雅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911. We need an ambulance. What's going on there? I don't know. We were late for school, so I went to find my mom. And I looked out the window because it was open. It's never open. And she fell. Your mom fell? Like 2 stories, yeah. She fell on concrete. Okay, this was an accidental fall? Yeah, I'm pretty sure. 阿雅之所以如此肯定纳达是意外坠落，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纳达经常早起做家务，而且他的身边还有一块白色的抹布。二是纳达坠落的窗户旁边有一把折叠梯和一瓶清洁剂，因此阿雅并未过多考虑，下意识地认为纳达肯定是在擦玻璃的过程中不小心从窗户摔了下去。I have them on the way. Are you able to check and see if your mom is breathing? Her necklace was tied around her neck. I don't know. Do you see her chest rising and falling? No. All right, we're going to start some CPR on her, okay? 由于阿雅当时只有14岁，很难按照接警员的指引为纳达进行心肺复苏，于是阿雅叫来了比她年长2岁的哥哥，16岁的穆罕默德。Well, we're going to do CPR now, okay? Put your hands between her nipples. Yeah, hello. Okay.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And I want you to start pumping. Push down hard and make sure the chest comes all the way up. I want you to count the compressions out loud, okay? 1, Okay. 2, 3, 4, 5. 大约10分钟后，医护人员抵达现场，接管了穆罕默德的抢救工作。尽管他们采取了尽可能的急救措施，但最终并未挽回纳达的生命。不久后，警方介入现场，开始调查纳达坠落的原因。正如阿雅报警时所说，纳达确实像是在擦玻璃时意外坠落。除了前面提到的抹布、折叠梯和清洁剂，警方还发现窗户玻璃上喷了许多清洁剂，窗外的台阶上还有纳达坠落撞击的痕迹。但是警方也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首先，窗户旁边的清洁剂主要用于清洁厨房油污，并非擦玻璃所用。纳达作为一名经常做家务的主妇，不太可能使用错误的清洁剂清洁玻璃。其次，疑似擦玻璃的抹布上有一股刺鼻的气味，虽然警方并不清楚这种气味来自哪种液体，但基本可以排除来自清洁剂。鉴于上述发现，警方询问了报警的阿雅和参与抢救的穆罕默德，以了解事发前是否存在可疑迹象。So I saw the window was open and it was open, but they were cleaning supplies and I know she was listening to some things in the morning. She wakes up early. 阿雅基本重复了报警时的说法，认为纳达应该是意外坠落，而穆罕默德则表示并不清楚事发经过，但是他提到纳达在几个月前发生了一场车祸，双腿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言下之意是，纳达可能因为旧伤失去平衡，导致从窗户摔了下去。虽然兄妹2人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但这并未解决警方的疑点，也就是纳达为何会使用错误的清洁剂清洁玻璃，以及抹布上为何会有刺鼻的气味。为了查明事情真相，警方决定对纳达进行尸检。在此之前，警方联系了纳达分居的丈夫巴塞尔，让他接走了3个未成年的孩子，16岁的穆罕默德、14岁的阿雅和10岁的希德拉。The body is that of a well-developed, well-nourished white female clad in the blue shirt, pajama pants. 案发第2天，警方收到了纳达的法医尸检报告，结果表明纳达并非死于意外坠落，而是死于窒息。首先，纳达的尸体出现了紫绀现象，也就是血液中的氧气供应突然中断，导致去氧血红蛋白比例增加，使得血液呈现紫蓝色，这是一种典型的窒息表现。其次，纳达在坠落时头部撞到了墙体外的台阶，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伤口，但是伤口却没有流血，这说明纳达在坠楼前血液就已经停止循环，也就是说纳达是被人闷死后从楼上丢了下去。至于现场发现的白色抹布，由于受到炎热天气的影响，残留的液体很快蒸发殆尽，所以警方并未对其进行化学检测，
而是在毒理专家的帮助下，通过辨别气味的方式，得出了抹布上含有一种名叫氖的有机化合物。由于这类物质对人体有害，尤其会对呼吸系统造成影响，所以警方认为抹布就是窒息纳达的作案工具。至此，纳达的死因已经完全明了，接下来就到了寻找凶手的阶段。首先引起怀疑的自然是纳达分居的丈夫巴塞尔，因为他们的离婚官司即将开庭，很快就要面临财产分割。巴塞尔奋斗了大半辈子才获得现在的成就，显然不可能轻易将财产分给纳达。此外，纳达还掌握了许多能将巴塞尔送进监狱的证据，其中最主要的是巴塞尔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并且涉及多起医疗诈骗事件，也就是通过自己开办的紧急医疗中心，利用虚假诊断和治疗骗取保险公司的医疗赔偿款。所以巴塞尔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充分的动机杀死纳达。当然，警方最初也是这样认为，但经过调查后，他们很快发现纳达早就对巴塞尔申请了限制令，并且由于巴塞尔有暴力倾向，执法部门按照法院要求为他佩戴了电子脚镣。巴塞尔因祸得福，很快通过脚镣记录的活动轨迹洗脱了作案嫌疑。排除了巴塞尔的嫌疑后，警方将调查重点转向了纳达的2个年长子女，16岁的穆罕默德和14岁的阿雅。一方面，他们都曾表达过纳达是意外坠落，存在误导调查的嫌疑；另一方面，他们也具备足够的作案能力。毕竟纳达的3女儿希德拉只有10岁，而且事发期间现场既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显然凶手来自家庭内部。然而，警方只是确定了穆罕默德和阿雅具有作案嫌疑，但并不清楚他们到底谁才是凶手，或者是否是合谋作案。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警方设法说服巴塞尔拿到了住所的监控录像。经过一整天的整理和分析，他们终于发现了揭露凶手身份的线索。通过这段监控可以看到，阿雅在发现纳达坠楼后情绪非常激动，并且很快跑到了门口等待即将到来的急救人员。这表明阿雅十分担心纳达的安危，急切希望急救人员挽回纳达的生命。相反，穆罕默德在阿雅离开期间，不仅停止了对纳达的心肺复苏，而且还通过故意报数向接警员营造了自己仍在施救的假象。1, 2, 3, 4。除此之外，监控还拍下了纳达坠楼的画面。虽然拍摄角度并不理想，无法看到凶手的样貌，但由于当时天色很黑，纳达房间内的灯光将凶手的身影投射到了地面上。通过地面上的人影可以看出，凶手是一名身材瘦小、留着短发的男性。他先将纳达从窗户丢了下去，然后又开始在卧室伪造现场，也就是将折叠梯和清洁剂摆放在窗户旁边，制造纳达意外坠楼的假象。根据这2段监控，警方最终确定了凶手的身份，他就是纳达16岁的儿子穆罕默德。在接下来的审问中，穆罕默德从未承认罪行，并且多次改变了说辞。最初他声称从未去过纳达的房间，后来又改口说曾帮纳达拿过清洁用品。最后迫于警方的压力和视频证据，穆罕默德再次改口说他帮纳达扶过梯子，并且亲眼目睹纳达从窗户摔了下去。 And we're about 99.9% sure it's a male that was in the room from the video. If you're not being truthful with us now, it's hard to look back on that in the future and say, okay, it was an accident. You see what I'm saying? Okay, so when I woke up, she's like, bring me, something to clean the window with. So and I brought her the spray bottle. And she told me to, just be there so I could help her with the lighter, hold on it, because it was shaking a little bit. She went on the ladder and she tried to lean over. I was standing there, holding the ladder. And then she leans over and she trips and then something got stuck on. I don't know what it was. And then that's when she fell. So you're saying that she slipped while she was on the ladder. Something got caught where? On the turning handle, I think. That's what it's called. I looked down. I didn't want to. I didn't want to do it. I didn't know what to do. I thought I was like dreaming, so I went to my room immediately and I just wanted to forget about it.
Because I just saw my mom fall, man. 按照穆罕默德的说法，纳达是在擦玻璃时不小心被窗户把手绊倒，导致身体失去平衡，从窗户摔了下去。但是警方显然不会相信。暂且不谈穆罕默德多次改变的说辞，单单从他为纳达施救时的冷漠表现就足以说明问题。经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很快发现了更多有力的证据。首先，根据纳达女儿阿雅的说法，穆罕默德平时对纳达极其不尊重，甚至将纳达的手机号备注为 dog。 自从纳达向巴塞尔提出离婚后，穆罕默德就经常抱怨纳达破坏了他们原有的家庭，认为纳达是扰乱家庭稳定的罪人，进而对纳达产生了很大不满。其次，根据穆罕默德的手机通讯记录，穆罕默德在案发几周前曾质问过纳达是否要将巴塞尔的犯罪证据当作离婚筹码，又是否要利用这些证据将巴塞尔送进监狱。这表明穆罕默德与巴塞尔的父子关系远高于与纳达的母子关系，并且穆罕默德一直在维护父亲巴塞尔的利益，担心纳达将巴塞尔送进监狱。更为重要的是，案发3周前，穆罕默德曾向父亲巴塞尔发送过纳达卧室窗户的照片，并且在事发前几个小时与巴塞尔有过多次通话。虽然两人全程没有文字交流，警方无从得知他们谈论的具体内容，但按照常理推断，穆罕默德向巴塞尔发送窗户照片，显然是在与巴塞尔商讨作案计划，而案发这天的通话则是作案前的最后准备。基于上述发现，警方认为巴塞尔肯定知道穆罕默德的犯罪计划，甚至很有可能就是策划这一切的主谋。毕竟穆罕默德年纪尚小，很难独自完成如此周密的犯罪计划。至于他们为何要杀死纳达，原因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纳达改变了信仰，这不仅让作为丈夫的巴塞尔难以接受，也让同为男性的穆罕默德产生了不满。其中的原因很难用1-2句话解释清楚，但我想大家应该能够理解。第二方面是纳达向巴塞尔提出了离婚，并且还掌握了许多能将巴塞尔送进监狱的秘密，所以这就让纳达站在了巴塞尔和穆罕默德的对立面。由于巴塞尔受到电子脚镣的限制，无法亲自实施谋杀，于是穆罕默德便帮助父亲巴塞尔杀死了母亲纳达。How much he had been instructed by someone, I don't know because I was not there, but it would have been the early morning hours while she was still asleep. It did not take very long to do this surprise attack with placing the rag over the mouth and nostrils, and it was quickly over within a minute or 2, 3 at the most. And then disposal of the body followed through the window. That was it. 然而比较遗憾的是，除了2人的聊天记录外，警方并未找到其他能证明巴塞尔参与犯罪的证据，所以他侥幸躲过了一劫。最终承担后果的只有巴塞尔的儿子穆罕默德。2022年3月，案发5年后，本案开庭审理，最终穆罕默德被判处1级谋杀罪，获刑25到60年监禁。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